当滚烫的炭火炉向小姑子泼来时，男友竟一把拽过我挡在他身前，害得我全身80%的烧伤。可后来他却给服务员写了谅解书装好人，还联合闺蜜将我关在出租屋里，每天拍视频发网上。我越惨，网友捐的钱越多，最终我不堪其辱，一来在睁眼。小姑子柳如烟正在骂服务员，这次我没有拦着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你眼睛是摆设吗？炭火都快烧没了，看不见吗？肉烤了半小时还是凉的，拿着钱不办事，信不信我让你们老板开了你？姐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天顾客太多，炭炉周转不开，我马上到后厨给您取新炭来。呵，就你这窝囊样，一辈子也就配端盘子，上学时候是差生，干活时候是废物。他用余光瞥了服务员一眼，那眼神像是看路边丢弃的烂菜。服务员盯着他看了几秒，转身走了。柳如烟见对方不理会自己，当场急了眼，拍着桌子大喊要见经理。我抬头看后厨方向，那个服务员正端着一盆新炭朝这边走来，只是这盆炭是烧得通红的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伸手拿过桌上的手机。你们继续吃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闻言，柳如烟和我闺蜜苏婉皱起眉头，捂着鼻子一脸嫌弃。男朋友柳晨风甚至都没抬眼看我，随意的挥了挥手。我打开手机录音，迅速走进卫生间走廊，刚推开厕所门，身后就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叫得真够惨的，比我上辈子被泼的时候还要惨。林婉，你快出来！急什么？我还没完事呢！救命啊！来人了，救救我！外面乱得像炸了锅，我不紧不慢推门出去时，柳如烟正在地上翻滚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毛臭味。服务员被几个男顾客按在地上，柳晨风和苏婉站在一旁，不叫救护车，反而指着服务员的祖宗18代问候个不停。经理在旁边不停地朝柳晨风鞠躬道歉，上辈子他们可没这么激动，那时候服务员没被教训，他们就扯着嗓子让烧烤店赔钱。看我出来，柳如烟猛地爬起来，抓起啤酒瓶就往我这边砸。林婉，你凭什么走？为什么只有我被烫？你谁啊？这个丑八怪是从哪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人来抓你？以前每次都是他赏我巴掌骂丑八怪，现在总算轮到我了。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手，躲得毫不费力，但我身后的人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啤酒瓶落在了一位老大爷头上，他眼睛一翻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跟着他的2个中年女人尖叫着扑上去喊爸，一个手忙脚乱的照顾老人，一个冲出去叫人。不到2分钟，4个穿黑衣服的壮汉冲进来，把柳如烟围在中间。他吓得连连后退，躲在了柳晨风和苏婉身后。林婉，你为什么要躲？我明明是对着你的，你要是不躲，他会受伤吗？你们让他赔钱，他长得这么漂亮，肯定能值不少钱。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我不认识，建议你们直接报警。对了，这家店到处都有监控，拍视频的人也不少，谁动的手清清楚楚。婉婉，如烟已经这么惨了，你就帮他一次不行吗？不行。话音刚落，救护车到了，他们一群人乱哄哄跟着去了医院。我没去，柳晨风和苏婉指着鼻子谴责我也不去。后来我挨个找那些拍视频的人，让他们把柳如烟砸人的画面传给我。这回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怎么装好人。趁他们去医院的空档，我买了3个针孔摄像头，安在柳晨风家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，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离这里。回到学校，我还有半年毕业，原来定好的实习单位他们都知道，我索性不去了，住在学校，既安全又省钱。我又网购了一堆防身用品，团报了跆拳道和散打的1对1课程，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。快递送到那天，我蹲在宿舍里拆了整整1个小时。防狼喷雾买了3瓶，电棍买了2个，一个放包里，一个放枕头下，还有那种报警器，一拉就能发出120分贝尖叫的，我买了5个。婉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不是夜跑怕遇上坏人，以防万一嘛。要是柳晨风他们冲进学校来，这些应该够撑到帽子叔叔赶来吧。跆拳道课上，我练得格外拼命，每次踢腿的时候，脑海里都是上辈子他们对待我的场景。1个月下来，我踢坏了3个上腕。某天刚跑完步回来，苏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林婉，如烟在人民医院，你马上过来照顾她。那口气就像使唤下人似的。我仰头望着天，想起上辈子自己躺在医院没人管，他们忙着要赔偿，连个护工都舍不得请，现在换成柳如烟，就巴不得全世界围着她转。林婉，你聋了吗？立刻打车过来。你忘了他拿酒瓶对我做的事了吗？我又不是菩萨，凭什么照顾伤害我的人？你马上要嫁到柳家了，如烟是你未来的小姑子，你就不能大气点？而且如烟又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一时心情不好。我这不是还没嫁过去吗？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要我让着他？而且你这个当大姐的都不去照顾，我这个外人操什么心？婉婉，你别闹情绪了，陈峰还在帽子局，你就帮我送点吃的过来行吗？不行，我今天被柳如烟吓到了，不想见你们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在监控里听到他们商量要把我卖到大象国，拿30万给柳如烟治疗。我本来想一走了之，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第2天，指导员在跆拳道馆找到我。林婉，
校门口有一个自称你男朋友的男生和一个姓苏的女生在等你，说是有急事，你电话打不通，快去看看吧。来的倒挺快，我点点头，等送走辅导员，又练完一节课才慢悠悠地晃出去。校门口，柳晨风和苏婉脸都等清了，看我出来，硬挤出一副笑脸。婉婉，陈峰说你搬走了，我们来接你回去。马上毕业了，论文还没写，图书馆一堆资料要看，没空回去。林婉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收拾你？信？怎么不信？上辈子他不就是这么干的吗？这种人什么事干不出来？我不信，你来啊，你来收拾我啊！婉婉，我知道你还在生如烟的气，可我们是一家人啊，谁受伤我都心疼。如烟毁容了，多可怜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停，谁跟你们是一家人了？先不说我和柳晨风还没结婚，苏婉，你又算哪门子家人？再说他又没砸到我身上，谈什么原谅不原谅？柳晨风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分手，以后就是陌生人了。还有苏婉，我们绝交，你以后也不是我闺蜜了。闻言，校门口两人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柳晨风再次抬起手，这次苏婉没有阻拦，我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。我现在是自由身，跟你们没半点关系，你们爱怎样都行，但如果敢来找我的茬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柳晨风彻底被激怒了，直接冲进校门，发疯似的朝我追来。我转身就跑，这半个月我天天在操场跑20圈，今天就当陪他练练。跑了大概10分钟，柳晨风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的喊：前面的同学，他是小偷，快帮我拦住他！又来这套，真是脸皮够厚。我是大4工商管理系的林婉，后面那个人是人贩子，麻烦帮我报警。人贩子在哪儿呢？我是体育生，人贩子在哪儿？是林学姐，林学姐在哪儿？大家快帮忙抓人贩子！我是她男朋友，不是什么人贩子。谁会把自己女朋友说成小偷？你当我们傻啊？对，这家伙一看就不像好人。天哪，他兜里好像有把刀。你们搞错了，她确实是我女朋友，我今天只是来带她回家的。大家别信他，他真是人贩子，身上肯定还有别的东西。我在学生会有朋友，谁帮我抓住这个人贩子？我让朋友帮忙加学分。学分2个字一出口，同学们的眼神立马变了，一群人蜂拥而上，把柳晨风死死压在地上，接着从他身上翻出一块手帕和一瓶不明液体。你们这是违法行为，我要起诉你们，连学校一块告，让你们统统滚蛋！这可是校园，你带着违禁品闯进来，我们这叫正当防卫，见义勇为。一名好奇的同学凑过去闻了闻那块手帕，不过2秒，身子就软塌塌往下坠。幸好旁边的人反应快，一把扶住。看到这场面，柳晨风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柳晨风，你要加水果刀，人赃并获，看你还怎么狡辩！趁着大家发愣的功夫，柳晨风试图挣脱逃跑，可刚跑出几步，又被按住在地，正准备把他扭送保安室，苏婉冲了过来，目光凶狠地瞪着我。林婉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那是你男朋友，你竟然这样对他，赶紧放了陈峰！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这是在故意伤害，是犯罪！我要报警，把你们全抓起来！这番话让同学们有些动摇，我冷冷地开口：别听他胡说，他们才是罪犯，我们这是见义勇为。现场这么多目击者，他们狡辩也没用，真要有什么责任，我担着。同学们的热血再次沸腾，几个女生冲上去把苏婉也控制住了。那2人骂声不断，越来越不堪入耳。同学们索性给他们上起思想教育课，2人彻底没了脾气，只能偶尔朝我投来愤怒的目光。走出校门时，正巧碰上2名帽子叔叔迎面而来。柳晨风慌了神，拼命向我使眼色，我却微微一笑。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想让我替你求情？做梦！我把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。帽子叔叔瞥了2人一眼，眼神里带着寒意。帽子叔叔，我们真是朋友，认识3年了，怎么可能会害他呢？帽子叔叔，他们骗人，他们想把我拐到大象国去，我现在好害怕。林婉，你胡扯什么？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陈峰可是你男朋友。不管他们怎么嚷嚷，最后所有人还是被带进了帽子局。2人还想抵赖，可一群大学生作证，铁证如山。他们被分开带进审讯室。这次事情闹得不小，围观的学生多，网上传的视频也多。帽子叔叔不敢掉以轻心，我红着眼眶，把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全抖了出来。最后连柳如烟泼我炭火的视频也交上去了。2个多小时过去，柳晨风把所有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被当场拘留。我刚走出帽子局，苏婉一把拽住我：林婉，我求你了，看在以往大家的情分上，写的谅解书行不行？陈峰还年轻，要是留了案底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不行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他怎么样跟我无关。林婉，陈峰是真心的，他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就饶他这一次吧。不可能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写。苏婉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我条件反射似的往旁边一闪。洗过一次的人最怕折寿，
苏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，眼泪混着鼻涕呼了满脸，那模样确实让人有点心软。可我一闭眼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上辈子我跪在地上求他的场景。现在轮到他了，我心里却平静的像一潭死水。几个路人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还有人举着手机拍。苏婉瞥见有人拍，哭得更起劲了。我冷冷一笑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镜头对准了他。别停啊，我帮你多拍几个角度，传网上去让大伙儿评评理，看看你是怎么逼我写谅解书的。他猛地站起来想夺我手机，我往后一闪，他扑了个空。围观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，苏婉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银婉，你非要把陈峰往死里逼吗？火锅店那老头要赔50万，如烟整容还得100万，陈峰上哪儿弄这么多钱？还想着整容，做梦吧！上辈子他们可从来没提过这档子事。他不是有辆车吗？卖了不就能凑点？不行，那是陈峰刚提的新车，卖了以后他怎么上班通勤？那就借网贷呗，现在不是一堆平台可以借钱，网贷利息高的吓人，拿什么还？那就让柳如烟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他都20了，不能总指望你们给他收拾烂摊子吧？你也太冷血了。冷血，你搞清楚，是他想拿东西砸我，结果自己倒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过嘛，我倒真有一个来钱快的路子。什么路子？让柳如烟当网红啊！她现在这副模样，往网上一放，肯定有人同情捐款。怎么当？把她烧伤的照片发出去，越惨越好。想红得更快，就给那个服务员写个谅解书，凑个热度。苏婉低着头琢磨起来，我转身就走。刚回学校没多久，他电话又追了过来。林婉，你怎么走那么快？你脑子灵活，快回来帮我们出主意。不回，柳如烟那么有本事，让她自己折腾去。对了，既然你们都这样对我了，往后就别再联系了。话筒里又传来一顿咆哮。苏婉把邻家祖宗翻来覆去问候了快半小时，等他吼得口干舌燥，我才慢条斯理的开口。本来我还想着，要不给柳晨风写个谅解书算了，可你这一通吼，倒让我清醒了。像你们这种东西，配不上。林婉，我错了，刚才我脑子抽了，我扇自己行不行？你大人大量，饶我们一次。电话那头传来啪啪2声响，也不知道是真扇还是拍大腿。林婉，你最善良了，肯定舍不得我们受苦的，对吧？你回来，咱们一起做网红，一起赚钱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让柳如烟自己当吧，她不是毁容了吗？够惨的了，准能火。林婉，你不得好喜。撂下电话，我点开监控画面，只见苏婉瘫在沙发上，满脸阴鸷。明天我再去一趟学校，怎么也得把她骗回来。等回来了，把她脸也画画，让她当网红给咱们赚钱。婉姐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她还能安安稳稳上学？凭什么她过得比我好？她必须比我惨。竹烟，你放心，等把她弄回来，我就把她脸毁了，让她赚钱给你整容。我不想听见她说话，明天骗回来，先把舌头割了。原来上辈子我的舌头就是这么没的。我把所有银行卡翻出来加了一遍，6598块。想了又想，还是跑吧，继续留在这座城市，迟早会重蹈覆辙。我去找辅导员，把事情挑挑拣拣说了一遍。辅导员听完，叹了口气：别怕，在学校的地盘上，他们动不了我的学生一根手指头。辅导员让我放心走，学校这边他会处理妥当。他用力抱了抱我，像是在传递某种力量。我拖着行李箱离开校门，登上了南下的动车。为了最快找到落脚的地方，我直接进了电子厂，搬起了流水线。厂里宿舍是8人间，跟我同屋的几个大姐嗓门不小，睡前喜欢凑在一块儿刷短视频。我刚搬进去那晚，他们正好刷到柳如烟的视频，有个大姐扭头问我：小妹哪人呢？听口音不像这边的。北方的。北方好啊，冬天有暖气，怎么跑这么远来打工？唉，躲人。大姐没再往下问。后来日子久了，宿舍里的姐妹渐渐熟络起来，她们偶尔会分我姐姐老家寄来的腊肠，或者帮我把搁在门口的快递捎进来。我心里记着这份好，却不知道怎么回报，就抢着帮他们打食堂的红烧肉。我腿脚快，每次都能抢到最肥的那几块。有一回轮到夜班，我和周大姐分在同一条流水线。明晚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学历也不算低，就算要躲人，也不至于找这么苦的活吧？这儿包吃住，攒钱快。攒钱干啥？准备嫁人？不嫁人，就想有个自己的哦。那也得找个人啊，女人家不嫁人哪成？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他不知道我跟人处过对象，还差点洗在那人手里。另一边，苏婉往学校跑了好几趟，回扑空。他堵着辅导员闹，辅导员二话不说就报了警。帽子叔叔打电话过来核实情况，我握着手机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他们想把我卖到外地，我不跑，等着被卖吗？我不喜欢他们，我恨他们。没错，柳晨风是供我吃了3年饭，可我没说不还他。我是成年人，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自己能做主，他们凭什么管？电话那头，苏婉扯着嗓子骂，帽子叔叔拦都拦不住。我嘴角微微扬起。您听见了吧？
就这种人，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受虐狂，我也是个人。挂了电话，我去路边摊吃了顿烧烤，全当庆祝。1周后，我也刷到了柳如烟装可怜的视频，画面里她露出一大片烫伤，看着确实触目惊心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把事情的经过添油加醋讲了一遍，最后抽抽搭搭的问网友该不该给服务员写谅解书。评论区一边倒的赞他，服务员被骂成筛子，视频一夜爆火，涨了20多万粉。挺好挺好，点个赞，爬得越高，摔得才越狠。第二天，柳如烟开了直播写谅解书，她边写边哭，还挂出收款码求大家捐款。苏婉在一旁哽咽着说不容易，顺便把柳晨风去学校找我，反被送进局子的事也抖了出来，话里话外全在内涵我。网友被带了节奏，我也跟着挨了几天网暴。过了2天，听说他们把谅解书给了服务员，捐款收了200多万。我转头把柳如烟骂服务员砸啤酒瓶的原视频发到网上，配了句话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很快，我的视频火了，柳如烟的评论区彻底翻车。她开了直播，哭着喊冤，那视频肯定是 AI 合成的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那个服务员搞的鬼。我刚给他谅解书，他就发这个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我们不想当好人了，能把谅解书要回来吗？舆论风向再次摇摆，约半数网友仍站在他那边，剩下的小部分则心存疑虑。我倒是不慌，当初在场录视频的人多的是，光我手里就存了5、6个不同角度的素材。不过这次我没来得及动作，那位服务员自己干了出来，直接把烧烤店的监控视频甩到网上，还附上了几张聊天截图，全是柳如烟威胁他的内容。这一下，柳如烟就算长10张嘴也编不明白了。我赶紧给辅导员发了条信息，请他把柳晨风那天在学校闹事的视频传到网上。没过多久，这些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开来。当时在场的学生不少，几乎每段视频里都能清楚看到迷药和水果刀。辅导员也公开发声了。柳晨风这次闯进学校，意图用迷药将林婉迷晕后卖到大象国。林婉是我校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她的安全。这段声明一出来，柳如烟彻底慌了神。为了扳回局面，她竟然在天台开启了直播。苏婉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像2颗烂桃，在一旁不停地劝她别做傻事。可柳如烟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你们就不能信我一回吗？非要等我洗了才肯相信？如果我的洗能让你们满意，那我洗给你们看。要洗也是我去洗，我28岁活够本了，你才20，恋爱都没谈过，人生还长着呢。柳如烟摇着头，满脸是泪，那张因烫伤而疤痕交错的脸在镜头里显得格外诡异。不得不说，她的演技确实在线。一些网友又开始心软了，她紧盯着屏幕上滚动的评论，哭声愈发凄厉。没错，我是骂了那个服务员，可他半个小时都不来加炭，我抱怨2句怎么了？我们消费者就活该被服务员泼炭火吗？我到底错在哪了？错在没自己去加炭吗？评论区风向一转，不少人觉得他说的在理，顶多是脾气急了点，不至于被网暴成这样。没多久，帽子叔叔赶到了现场，柳晨风从车上下来，几天没见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脸色蜡黄，看来拘留所的日子确实不好熬。如烟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可不能没有你。网上那些键盘侠，他们懂什么？风吹两边倒。柳如烟见状，胆子更壮了，哭得愈发撕心裂肺，眼泪擦了又涌出来，擦了又涌出来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手里肯定攥着洋葱。柳如烟，你先下来，别做傻事。柳晨风之前被拘留，是为了配合我们侦办案件，制手迷药的窝点已经成功捣毁，他属于戴罪立功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如烟，我这个当哥的不称职，要洗也该我去洗，但我求大家宽容一点，他才20岁，还是个孩子啊。苏婉也在一旁哭着喊着要跳楼，3个人跟演舞台剧似的，光听动静不见行动。可网友们哪看得出来，纷纷留言安慰，还刷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礼物。这场直播效果炸裂，柳如烟的粉丝数直接破1000万，主页上又挂出了新的收款码。等他们下播后，我立刻打开监控，果不其然，门一关，3个人立马现了原形。怎么样，这招高明吧？全是我想出来的。刚才那场直播，光礼物就收了小100万，私信转账还有一大堆呢。还好我准备了洋葱，不然真挤不出眼泪。要不是我演得像，他们能上当吗？还是我妹厉害。不过林婉那个人，我饶不了他，他敢这么整我，要不是看他有几分姿色，谁稀罕跟他谈恋爱？跟他吃住3年，让他去大象国赚点钱怎么了？我把他们的对话录了下来，随手发到网上，配了张1000块的转账截图，写了句话：涉嫌非法集资，已报警。第2天醒来，视频炸了，评论区全是捐款者的截图，从几十到几千不等，齐刷刷说要联合起诉。3个人彻底慌了，连夜发视频说语音是 AI 合成的。可马上有技术党把烧烤店直播里的声音扒出来做对比，声纹完全吻合。柳如烟在家里砸东西发疯，苏婉慌的直接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入室，帽子叔叔来得很快，把他们都带走了。不过不是因为入室，而是因为后台涌进来的举报太多了，集资诈骗，涉案金额巨大。苏婉和柳如烟进去了，柳晨风因为没参与直播，暂时被放了出来。消息传到我这的时候，
我正在流水线上拧螺丝，手机震了一下，辅导员发来消息：林婉，那2个女的进去了，你安全了，计划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看着屏幕愣了几秒，没回，把手机塞回公布口袋，继续拧下一颗螺丝。这时旁边的周大姐偏过头来询问道：林婉，你笑啥呢？案子有馅儿了吗？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天天晚上睡觉说梦话，骂得可凶了，什么柳晨风不得好喜，柳如烟我要嘎了你，全宿舍都听过。真的假的？没事，厂里时没点糟心事，我那口子也动过手，我跑出来的。不过你比我厉害，你把他们都送进去了，我那一个还在老家休养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能咋办？先攒钱呗，等我存够了，请个厉害的律师，回去告到他倾家荡产。夜里收工回宿舍，我靠着枕头翻手机，柳如烟的账号已经搜不到了，可她那点光荣事迹还在各大平台挂着，评论区早就被骂声淹没了，偶尔有几个替她说话的，没撑过半小时就自己消耗了。我正往下滑拉着，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头像，是烧烤店那个服务员，他更新了一条动态，配图是一张法院的传票，写着等一个公道。我点了个赞，私信敲了2个字：加油。你也是。把手机搁到枕头边，我翻了个身，窗外远远传来火车的汽笛声。这座小城离他们1000多公里，可有时候半夜还是会从噩梦里惊醒。但今夜好像不太一样，刷着他们落网的消息，听着隔壁床大姐轻微的鼾声，我眼皮越来越沉，一觉睡到天亮，连梦都没做一个。第2天上班，车间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。林婉，你这2个月干得不错，听说你是本科毕业，下个月质检那边缺个人，坐办公室的，不用站流水线，工资加800，想不想试试？质检员，活儿比线上轻省，就是细心活。你念过大学，应该没问题。行，那我试试。800块不算多，但够我多买2瓶防狼喷雾了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我站在车间门口晒太阳。南方的冬天跟北方不一样，风是软的，阳光落在脸上暖烘烘的。我掏出手机给辅导员发了条消息：李老师，我升职了。厉害啊，林婉，我就说你能行。对了，帽子叔叔那边又联系我了，你要的案子快接了，柳晨风的笔录里提到你，你要不要看看笔录？不看了，脏东西，看了长针眼。行，我替你挡着，你在那边好好干，有事随时找我。谢谢李老师。把手机塞回口袋，我站在车间门口深吸了口气，空气里有股机油味，混着食堂飘过来的饭菜香，说不上好闻，但特别真实，真实的让我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柳晨风正窝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灌酒，那些直播骗来的钱全退了回去，他只能租这种地方，10平米，一张床挨着个马桶，墙皮发霉起泡，空气里一股潮味。他仰头灌了口白酒，盯着手机里柳如烟和苏婉的入狱照，狠狠啐了一口。俩废物，这点事都能办砸？他不知道的是，楼底下有个男人已经盯了他整整3天，那人瘦得像根竹竿，眼神阴沉沉的。每次柳晨风他拉着拖鞋出门买酒，他都隔着几10米远远跟着。第4天夜里，柳晨风喝高了，歪在门口吐得昏天黑地。瘦男人走过去，一把扶住他。陆哥，我扶你进去。你谁啊？我是米药厂老板的小弟，因为你，我老大进去了，我老婆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跑了，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柳晨风想跑，可2条腿跟灌了铅似的，根本不听使唤。瘦男人半扶半架的把他弄进屋，反手带上了门。第2天，柳晨风没出来，第3天也没有，直到1周后，楼下住户发现厕所堵了，污水漫得满楼道都是。房东叫人来修，修理工一打开管道，当场吓得连滚带爬冲出去。很快，帽子叔叔赶到将疑似柳晨风的人拉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得知消息的柳如烟彻底疯了。看守所里的人说，他每天对着墙壁嘀嘀咕咕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苏婉判了15年，名下财产全数冻结，1分钱都没剩下。而我终于可以安安心心上班，平平安安回家了。